几名警察正在调查一件女老板失踪案。当他们来到女子家中，打开门后，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几只巨大的缅因猫正在啃食女子的身体。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位俄罗斯女子是一家公司的女老板。公司的员工发现他们的老板已经很久没来公司了，于是公司的员工们在商量过后，决定去当地警局报警。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搜寻女老板的踪迹。很快，在她家里找到了她的遗体。警方一开门便看到了几只体型巨大的缅因猫，它们有的身长甚至达到了120厘米，正在门口摇着尾巴看着自己。主人失踪了，猫咪在家里却还能活蹦乱跳，它们靠什么养活自己？警方突然感到很古怪，于是继续搜寻屋内的蛛丝马迹。随后在房间一处角落的地板上发现几只猫正在撕咬着什么。警方凑近一看，几只缅因猫正在撕咬着这位女主人的身体。警察明显能够看到女子的部分身体已经缺失，显然这些猫已经将它作为自己的美食有一段时间了。经过化验，警方确定了女人的死亡时间为2周前，死亡的原因是猝死。专家判断，这名女子之所以会成为猫咪们的食物，应该是猫咪在主人去世后，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过于饥饿，导致它们把女主人的尸体当成了自己的盘中餐。不知道这些猫咪在食用女主人的尸体时，还会不会意识到这是它们的女主人。缅因猫原产于美国缅因州而得名，是北美自然产生的第一个长毛猫品种，大约在18世纪中叶形成较为稳定品种。它们大多体型强壮，毛较长且厚，是猫类中较为典型的大体型品种。这种猫有自己独特的繁殖计划，猫主人需要非常准确地知道它们发情的症状，然后去寻找与它发情周期相同的异性。有些猫较早进入发情期，但如果它们比配偶年龄小很多，那么生下来的幼猫就有可能患上一些先天疾病。因此，缅因猫年龄若不满1周岁，则不建议交配。如此严格的繁殖方式使它们变得体魄强壮，而那一身长毛让它们尤其适合生活于隆冬季节。除了和普通猫在体型上有一些区别外，缅因猫并没有什么怪异的地方。相反，它们平时的性情非常温顺，很喜欢亲近，这也因此让它们成为了众多养猫爱好者的首选。但如果你也想养一只缅因猫，除非你的口袋比较富裕，不然你和它可就无缘了。因为缅因猫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因为它的体型巨大，食量也比普通的猫要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人是承受不起缅因猫的日常开销的。对于猫咪吃人这一点，许多科学家为了一探究竟，曾做过一些实验。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进行了一项研究人体在自然环境中如何分解的实验。为了观察实验数据，他们在户外专门搭建了一个实验基地，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被四周的监控设备全程记录。有一天，科学家们发现了一头野猫闯进了实验基地。当时这只野猫正在对实验用的尸体进行啃食。后来有多只野猫也闯进了实验基地。在未来1个月的实验中，它们多次前来啃食实验用的尸体，而且只对尸体的局部感兴趣。科学家表示，在自然界中虽然有很多动物是吃腐肉的，不过猫却并不是其中之一，而且在整个猫科动物之中都很少有吃腐肉的情况发生。但如果在食物极其短缺的情况下，猫也是会把腐肉作为食物的。美国法医调查研究站也曾使用摄像机观察到2只野生猫反复啃咬死者的尸体。为避免大型肉食动物进入，尸体被放置在一个围栏区域内。第一只猫连续35天几乎每晚都来现场吃同一个人，吃的主要部位是左上臂和胸部的皮肤与脂肪层。第二只猫则选择在10几个夜晚反复吃另一具尸体的左臂。与第一只猫不同的是，它咬穿了遗体捐献者的皮肤和脂肪，开始吃内部的肌肉。科学家分析，猫之所以会吃人，主要就是因为它们找不到充足的食物，于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只能选择吃人的遗体了。在电影《人体雕像》中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个片段，片中的主人公因其1000斤重的身躯导致生活无法自理，他只能待在椅子上，倚仗着儿子替自己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男主人公曾是一名大胃王的冠军获得者，但是儿子从出生时就十分瘦弱，这让他打消了让儿子继承自己衣钵的想法。为了继续自己的事业梦，他只好养了几只猫，便让儿子每天给猫咪喂10几斤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在他美好的幻想中，即使儿子不能成为大胃王，
那他也可以养几只猫，将它们培养为猫界的大胃王。因为儿子没办法继承自己的事业，父亲长期对着瘦弱的儿子一顿抱怨。儿子终于在某一天爆发了，和父亲大吵一架之后离家出走。最后，生活无法自理的父亲和饥肠辘辘、无人喂养的猫群待在一个空间里，结果就是猫咪将这个肥胖的食物给吃了。电影虽为虚构的，但却也体现出了一些真实的科学依据。猫咪如果长期食用腐肉、内脏或者高油脂的食物，会让猫咪对于此种同类食物产生食欲。因此，猫主人在喂养猫咪时要注意：首先，大家在和宠物的日常玩耍中，不要让宠物养成随意啃咬主人的习惯；其次，在喂食猫咪时，可以喂食猫罐头和猫粮，尽量不要喂食脂肪含量高的肉类、肝脏类的食物和腥味较重的鱼，虽然它们真的很喜欢那个味道。关于养猫是否安全，人类是否还能够与猫咪和谐共处？虽然熊探长之前提到的内容都十分惊心动魄，但其实大家的这类担心都是多余的，不然猫咪也不会成为众多家庭养宠的首选之一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猫咪并不是真的想要吃掉你，它们只是因为受到肚子里的馋虫的驱使，不得不找一些食物来填饱肚子罢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